你有没有想过，有没有一款显示器可以同时实现2个显示器的功能，却只占用1个显示器的空间？这样既可以大幅度节省桌面空间，又能够满足我们多任务处理的需求。这次我们要聊的就是 LG 的一款非常特别的显示器 LG Duo-Up。这款显示器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16:18屏幕比例，竖着看像个长方形，横着看像个正方形。其实这个比例就相当于将2块21.5英寸的16:9显示器上下堆叠在一起。既可以用它进行上下分屏，也可以用全屏模式来专注显示某一个内容。不管是处理文档、浏览网页，还是进行图片编辑，屏幕比例的设计呢，都让它非常适合需要高效生产力的用户。尤其是在竖屏模式下，它能够完整的显示整篇文档或者长文本内容，大大减少了滚动的次数，让你的工作更加高效。虽然大多数显示器都配备了桌面支架，但 Duo-Up 附带了 LG 称之为 Ergo Stand 支架，这是一种 C 型夹式显示器支架，可以固定在桌子边缘。与传统桌面支架相比，这种设计的优势在于释放了桌面空间。与此同时，该支架还具备了屏幕旋转、垂直翻转、倾斜、高度调节以及支臂伸缩的功能，几乎可以满足所有位置调整的需求。支架设计也相当周到，可以把线缆隐藏起来，让桌面看起来更整洁。那么这款显示器到底适合哪些场景呢？我给它分成办公生产力和娱乐多媒体2个方面来讲讲。对于那些需要处理大量文档或者进行专业内容创作的朋友，这款显示器的竖屏模式真的是一大亮点。例如撰写文案、查看表格、编辑代码、剪辑短视频，你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所有的内容，而不用频繁的上下拖动页面。然后就是喜欢摄影的朋友，用来在后期编辑时能够完整显示竖直拍摄的照片，非常方便用 Photoshop 或者 Lightroom 进行精细化的后期调整。在娱乐方面，这款显示器的 PBP 功能也非常强大，比如上半屏可以连接电脑，打开游戏攻略，下半屏可以连接你的游戏机，这样遇到卡关也可以快速跟着上面的攻略进行下去了。这款显示器也内置了7瓦的扬声器，足以应对日常观看视频和基本使用需求。在设置中，你可以轻松切换到所需的音频输出设备，以满足不同的使用场景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如果你以竖屏全屏播放视频或者游戏，画面上下可能会有2条比较明显的黑边，这可能会影响你的观感。但是如果用来看 B 站视频，上面的黑边用来显示弹幕简直是最佳选择，不会挡住我看的视频，太舒服了。而把显示屏向左旋转到横屏模式，上下黑边会大量减少，同时横向屏幕的尺寸也会更大。但在打开游戏的时候会遇到分辨率识别的问题，稍后我们会在缺点部分详细说一下。在显示效果方面， LG Duo-Up 的表现也是非常优秀的。它使用了 Nano IPS 面板，支持 HDR10， 可提供最高300尼特的亮度输出，并覆盖了 98% 的 DCI-P3 色域。无论是观看 HDR 视频，还是处理高精度的图片和视频，这种色彩表现都能让画面更加生动且细节丰富，非常适合需要高色彩还原度的专业创作用户。这款显示器也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接口，包括2个 HDMI 接口，可以同时连接2台不同的设备，一个 DisplayPort 1.4 接口，一个 USB-C 接口，不仅可以传输视频，还支持90瓦的功率输出，还有2个 USB 3.0 接口和一个 USB 上游接口，然后就是一个音频插口和一个电源接口。通过这些接口，你完全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多设备协作的中心。例如，你可以只用一根 USB-C 线轻松连接你的笔记本电脑，同时供电和传输视频信号，非常适合追求简洁桌面布置的用户。当然，任何一款产品都有它的不足之处， LG Duo-Up 也不例外。首先，它的刷新率只有60赫兹，对于喜欢电竞游戏的玩家来说，60赫兹的刷新率可能并不足够流畅，所以这款显示器更适合作为生产力工具，而不是专门为游戏设计的产品。但是作为 Steam Deck 的外接显示器的话，还是很够用的。因为 Steam Deck 的性能有限，基本游戏都运行在40帧而已。另外就是竖屏黑边问题，在竖屏全屏观看视频或玩游戏时，屏幕上下会有比较明显的黑边，尤其是在播放视频的场景下，可能会影响你的沉浸感。还有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分辨率识别的问题，如果你使用横屏模式，有些游戏会可能无法正确识别分辨率，就算在游戏设置里无法调整到 1080p，你需要手动在每个游戏的属性配置栏里强制以1080分辨率才能够正常显示。最后，这款显示器也不能自动识别方向，
当把显示器旋转到横的时候，需要在操作系统里手动的旋转屏幕才可以。可惜的是 Steam Deck 游戏界面不支持旋转，仅在桌面模式下支持旋转。总的来说 ，LG Drop 显示器凭借它独特的屏幕比例设计、多任务分屏能力和丰富的接口选项，是一款非常适合需要高效工作的生产力工具。无论你是内容创作者、摄影师，还是需要多设备协作的办公用户，这款显示器都能极大的提升你的使用体验。当然，如果你有 Steam Deck， 用它来做外接显示器也是非常不错的。最后，感谢你的观看，下期见，拜拜，拜拜。